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从来都不是毫无预兆的落幕。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死亡是一场仓促的告别，是身体机能戛然而止的终点。我们害怕谈论它，避讳提及它，总觉得那是遥远又冰冷的事情。但在东方传承了数千年的生命智慧里，临终从来都不是一个突兀的瞬间，从身体到意识，从气色到梦境，生命会用它独有的方式，悄悄发出最后的信号。这些信号不只是生理衰败的痕迹，更被古老的智慧看作是一个人来世去向的隐秘指引。几千年来，从修行的高僧大德到市井里的寻常百姓，人们一直在观察，在记录，在印证。当一个人即将走完这一生，若能去往更光明的去处，身上往往会显现出几种殊胜的征兆。今天，我们就循着古老典籍的记载，结合民间代代相传的观察，聊一聊这个既神秘又庄重的话题：临终之时出现哪些迹象，在佛教的认知里意味着很可能往生善趣。在正式聊这些征兆之前，我们不妨先想一想，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始终对临终的种种迹象充满好奇？因为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终极命题。从人类文明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从未停止过对死亡的追问。古埃及人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制作木乃伊，修建金字塔，他们相信灵魂不灭，相信肉身的完整是来世重生的基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反复辩论灵魂的本质，思考死亡到底是意识的彻底消散，还是另一段旅程的开端。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从先秦时期的魂魄之说到后世的祭祖传统，人们始终相信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生命形态的转换。但在所有的文明智慧里，很少有哪一种体系能像佛教一样把临终的过程、意识的走向、善恶业的影响讲得如此细致又系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它的生死观早已和我们的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老人常说的善终、是福，到丧礼上的种种仪式背后，都藏着佛教对生命的认知。在佛教的世界观里，生命不是只有这一世，我们的神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会随着自己这一生所造的善业与恶业，在六道之中不断轮回。所谓六道分为三善趣和三恶趣，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被称为三善趣，是福报深厚、安稳快乐的去处；而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被称为三恶趣，是充满痛苦、饱受折磨的地方。而我们这一世生命结束的时刻，也就是临终的最后阶段，正是神识从这一世的色身中脱离，进入下一段生命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一个人平生所造的善恶业力会相继成熟，牵引着神识去往不同的去处。而业力成熟的过程，往往会在身体和意识上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征兆。这些征兆不是凭空而来的迷信说法，而是古往今来无数人通过真实的观察与记录，慢慢总结出来的规律。从汉传佛教的诸多经典论述，到净土圣贤录里记载的上千个往生案例，再到民间口耳相传的种种真实经历，都在反复印证着这些迹象的存在。可能有人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老说法？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很多流传了几千年的生命观察，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被推翻。相反，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在研究临终现象的时候，反而常常和古老的智慧不谋而合。我们今天聊这些，不是为了宣扬怪力乱神，更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希望借着对临终征兆的探讨，带大家重新认识生命，重新理解死亡。当我们看清了生命最终的走向，
由什么决定，或许才能真正明白活着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了解具体的征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知道佛教里所说的临终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人的身体是由四大，也就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4种元素组成的。地大就是我们的骨骼、肌肉、皮肤这些坚实的部分，水大就是我们的血液、津液、汗液这些液体的部分，火大就是我们的体温、热量，风大就是我们的呼吸、气息，还有身体里运行的气。我们活着的时候，四大调和，身体就健康；四大不调，身体就生病。而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四大就会依次分离，这个过程就是临终最核心的身体变化。首先是地大分离，这个时候人会感觉身体特别沉重，就像压了几百斤的石头一样，动不了也抬不起来，肌肉开始失去力量，手脚发软，甚至连眼皮都睁不开。有的人会出现幻觉，感觉自己掉进了山里，或者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喘不过气。这是因为地大的力量开始消失，融入到水大当中。这个阶段人的意识还比较清醒，但身体已经开始不受控制了。接下来是水大分离，地大融入水大之后，紧接着就是水大融入火大。这个时候人身体里的津液开始失控，有的人会流口水，会出汗，会大小便失禁，眼睛里会充满泪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像泡在水里一样，浑身冰冷，或者感觉被大水冲走，充满恐惧。这个时候人的身体开始变得湿润，体温也开始慢慢下降。然后是火大分离，水大融入。火大之后，火大开始融入风大。这个时候人的体温会快速下降，从四肢末端开始，慢慢向心脏的位置冷却。有的人会感觉身体里像有火在烧，或者感觉自己身处火海之中，燥热难耐。也有的人会感觉特别冷，浑身发抖。这个阶段人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容易出现各种幻觉。最后是风大分离，火大融入风大之后，风大开始融入意识。这个时候人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急促，最后慢慢停止。有的人会感觉自己被大风吹着，身体像要散架一样。当呼吸停止的那一刻，风大就完全融入了意识。这个时候从生理上来说，人已经死亡了。但在佛教看来，这个时候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还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四大分离的整个过程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就像活牛剥皮，像乌龟脱气儿一样，每一步都充满了煎熬。所以很多人临终的时候会面目狰狞，会痛苦呻吟，会恐惧挣扎。但如果是善业深厚的人，或者有修行功夫的人，四大分离的过程就会很平缓，痛苦很轻，甚至感受不到痛苦。他们的意识会一直保持清明，安稳地度过这个阶段，然后神识从身体里脱离，去往善去的地方。我们后面要说的种种征兆，其实都是在四大分离的过程中善业力量显现的表现。身体柔软也好，头顶温热也好，面色安详也好，本质上都是四大分离顺畅，神识安稳的外在体现。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我们再来看这些征兆，就不会觉得神秘莫测了。它们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奇迹，而是生命状态的自然。流露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业，有什么样的业，就有什么样的临终境界。那么在佛教的记载里，往生善趣的人临终时到底会显现出哪些征兆呢？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散见于诸多佛教经典以及后世历代祖师大德的论述。他们有的关乎身体的变化，有的关乎意识的状态，有的关乎梦境与感受。每一种征兆的背后都藏着对生命深刻的洞察。首先，第一种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征兆，
就是正念分明，神志清明。很多人临终的时候会陷入昏迷，或者说胡话，认不清人，心里充满恐惧和迷茫。尤其是病重的老人，常常会在最后几天意识混乱，嘴里念叨着旁人听不懂的话，眼神也涣散无光。但还有一些人，哪怕已经病了很久，哪怕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到了临终的最后时刻，神志反而会变得格外清醒。他们能清楚地认出身边的每一个人，能条理清晰地交代后事，甚至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离世的时间。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心里没有慌乱，没有恐惧，就像要出门远行一样，平静又坦然。佛教认为，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离带来的痛苦足以扰乱普通人的心神。如果一个人平生造的善业多，善的力量强，就不会被四大分离的痛苦所扰乱，意识能够保持清明。这种清明的状态叫做正念现前。正念现前的人不会被贪嗔痴的念头牵着走，心里保持着善念、清净念，自然就会感召善趣的果报。反过来，如果临终的时候神志混乱、昏昏沉沉，甚至被各种恐怖的念头裹挟，那就很容易被恶业牵引，堕入不好的去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上等的死亡叫做寿终正寝，善是五福之一。什么是真正的善终？首先就是心里明白，走得不糊涂。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本质上就是，当一个人临终神志清明，没有痛苦纠缠，内心的善念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而在佛教的修行里，临终正念更是修行功夫的重要体现。很多修行人一辈子修行，就是为了临终这一念，能够稳住，能够保持正念，往生到更好的去处，甚至往生到佛国净土。据古代的典籍记载，曾经有一位住在山里的老修行，一辈子没读过多少经书，就是每天持戒行善念佛。有一年夏天，他突然把山下的几个弟子都叫了上来，告诉他们自己3天之后就要走了。弟子们都不信，因为师父看起来身体还很硬朗，吃饭打坐都和平时没两样。结果到了第3天的中午，老修行洗漱干净，盘腿坐在禅床上，和弟子们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叮嘱他们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然后他念了几句佛号，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走的时候，神色和平时打坐入定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痛苦，也没有丝毫的留恋。后来弟子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早就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连涂皮的柴火都提前劈好码整齐了。他甚至还给山下经常布施的人家都准备了答谢的礼物。你看，真正有修行的人，不仅临终神志清明，甚至能提前预知自己的归期。这就是善业深厚、正念坚固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临终前会出现所谓的回光返照，就是原本昏迷、精神萎靡的人突然变得精神起来，能吃能喝，能说会道。但医学上的回光返照往往是身体最后能量的爆发，是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的结果，持续时间很短，通常只有几个小时。而且普通的回光返照，人的意识虽然看似清醒，但其实是生理本能的反应，很多时候并不能自主控制念头。有的人回光返照的时候会情绪激动，会哭闹，会执着于某件事，这和佛教所说的正念分明有本质的区别。佛教说的正念分明，不是短暂的亢奋，而是持续的平静与清明；不是身体的虚假好转，而是意识的自主与安定。这种状态用单纯的生理理论其实很难完全解释，因为它关乎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人的意识状态与心理力量。但神志清明只是往生善趣的征兆之一。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真正的含义。第二种征兆就是身体柔软，无有僵硬。按照我们平时的常识，人去世之后，身体会慢慢变得僵硬，几个小时之后，关节就弯不动了，换衣服都很困难。这也是因为人死后肌肉失去神经支配，肌纤维凝固，产生尸僵，是很普遍的生理现象。一般来说，人死后1到3个小时开始出现尸僵，6到8个小时蔓延全身，12到24小时达到高峰，之后才会慢慢缓解。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些人去世之后，身体不仅不会僵硬，反而会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柔软，四肢可以随意弯曲，皮肤甚至还带着弹性，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有的甚至过了2、3天，身体依然是软的，完全没有尸僵的迹象。佛教认为身体的状态其实是内心状态的反应。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惧、愤怒、贪恋这些负面情绪，4大分离的时候就会很痛苦，身体就会变得僵硬沉重。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心里平静安详，充满善念善业的力量，让神识安稳地离开身体，4大分离的过程就会很顺畅，身体自然就会保持柔软的状态。在很多佛教的记载里，往生善趣，尤其是往生净土的人，几乎都会出现身体柔软的征兆。甚至有些人去世很多天，身体依然柔软，没有异味，还会散发淡淡的香气。这种现象被看作是非常殊胜的瑞相。其实不只是佛教，中国本土的道教，还有很多民间的说法里，都认为去世后身体柔软是有福报的表现。古人认为，人死之后身体僵硬，是因为心里有执念，有怨气，有放不下的东西，魂魄走得不安稳。而身体柔软的人，说明走得很安详，没有牵挂，是去了好地方。在民间家里的老人，如果走得安详，身体柔软，后辈都会觉得这是老人一辈子积德行善修来的福气，是整个家族的好事。大家会觉得老人走得好，也会庇佑子孙后代。我曾听很多老一辈的人讲过这样的事，说有个村子里有一位老太太，一辈子心肠特别好，谁家有困难都愿意帮忙，从来不和人争执。村里人吵架，她都主动去劝；谁家孩子没人管，她都接到家里给口饭吃。老太太活到90多岁，无疾而终。走的时候，她躺在炕上，就像睡着了一样。家里人给她换寿衣的时候，发现她的胳膊腿都软软的，比很多活着的老人都灵活。当时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就说，这老太太是修来的福分，肯定是去了好地方了。后来过了好几天，老太太的身体都没有出现难看的样子，面色一直很安详，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件事在当时的村子里传了很久，很多人都因为这件事开始相信行善积德的道理。大家都说，你看老太太一辈子没享过什么大福，走的时候却走得这么好，这才是真正的福气。现代医学认为，尸僵的出现和缓解和死亡原因、环境温度、肌肉状态都有关系。一般来说，死亡越突然，肌肉越紧张，尸僵出现的就越快越明显。如果是缓慢的平静的死亡，肌肉放松的状态下，尸僵可能会出现的晚一些，程度也轻一些。但有很多案例里，人去世几十个小时之后，身体依然保持柔软，甚至比刚去世的时候还要软。这就很难用单纯的生理规律来解释了。尤其是很多修行者去世后几天，身体不僵不腐，还有异香，这些现象直到今天依然是科学没有完全解开的谜题。说到身体的变化，就不得不提另一个更神奇的征兆。这个征兆和身体的温度有关，也是佛教里判断往生去向最经典的方法之一。第3种征兆就是头顶温热，暖气不散。按照佛教的说法，
人去世之后，身体会慢慢变冷，但身体各个部位变冷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最后保留温度的地方，往往对应着神识离开的出口，也预示着来世的去向。民间流传着一句很经典的话：顶圣眼，天生人心恶鬼附，旁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去世之后全身都凉透了，只有头顶还是温热的，那就是往生圣人境界，比如往生净土。如果是眼睛、额头的位置最后凉，就是升天道；心脏位置最后凉是升人道；肚子位置最后凉是堕恶鬼道；膝盖最后凉是堕畜生道；脚底最后凉是堕地狱道。而往生善趣的人，最常见的就是心脏以上的部位最后冷却，尤其是头顶温热，更是非常殊胜的征兆。佛教认为，我们的神识住在身体里，就像人住在房子里一样。临终的时候，神识要离开身体，从不同的地方出去，就会对应不同的业力。善业重的人，神识往上走，从头顶、额头这些上半身的部位出去，所以这些地方最后变冷。恶业重的人，神识往下走，从腹部、膝盖、脚底这些下半身的部位出去，所以这些地方最后变冷。而头顶是人体最顶端的位置，也是凡学所在的地方。神识从这里出去，往往代表着超脱轮回，或者往生到最上的善趣。所以在很多助念的场合，大家都会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亡者的身体，就是怕惊动神识，让它往下走。大家会通过观察身体最后暖的位置来判断亡者的去向。其实这种暖处判生处的说法，最早出自佛教的经典，比如《俱舍论》《瑜伽师地论》里都有相关的记载。后来传到中国，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非常认可这个方法。藏传佛教里的《西藏生死书》更是详细地讲了临终的时候，神识如何从身体的不同脉轮离开，对应不同的生命状态。而在汉地民间，虽然很多人说不出完整的理论，但也都知道人走了之后，头顶热是好事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佛教文化深入民间的体现。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在历代的净土圣贤录里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一位出家的师父，一辈子专修净土法门，念佛念了几十年。他临终的时候，自己端身正坐念佛而逝，弟子们不敢动他，就在旁边助念。过了12个小时之后，弟子们小心翼翼地去试探他的体温，发现全身上下都凉透了，只有头顶的位置还是温温的。又过了1天，他的头顶依然有暖意。当时很多人都来瞻仰，都说这位师父肯定是往生净土了，最不济也是升到了天道善趣。后来涂皮的时候还烧出了好几颗舍利子，更加印证了大家的判断。对于这个现象，现代科学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因为从生理上来说，人死亡之后血液循环停止，体温应该是均匀下降的，不应该出现某个部位持续保温的情况。但大量的案例又真实存在，尤其是在很多助念团的记录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说这是心理作用，有人说这是环境温度的影响，但很多案例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亡者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体温分布，这就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了。或许意识真的能影响身体的能量分布，只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完全测量和验证而已。除了身体上的变化，临终前的梦境与内心感受，也是判断往生去向的重要依据。接下来要说的这种征兆，只发生在当事人的意识里，却最能反映一个人内心的业力状态。第4种征兆就是梦见善境，心无恐怖。很多人临终前会说一些奇怪的话，说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梦到了什么场景，
有的人会说看到了已经去世的亲人来接自己，有的人会说看到了可怕的黑影怪兽，心里充满恐惧，甚至有的人会突然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就像看到了什么特别恐怖的东西一样。但还有一些人临终前会说自己看到了很美好的景象，比如看到了庄严的莲花，看到了柔和的光明，看到了穿着洁净衣服的人来迎接自己，或者梦到自己走到了一个风景优美、安稳快乐的地方。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充满了期待。佛教认为，临终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时候，阿赖耶识里储存的种子就会开始显现。平生造的善业多，善的种子先成熟，就会显现出美好的安乐的境界。如果造的恶业多，恶的种子先成熟，就会显现出恐怖的痛苦的境界。这些境界不是外面真的有什么东西进来，而是自己业力的投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里的一切都是自己心念变现出来的。临终前的这些境界叫做临终阴境，是来世的预兆。如果看到的都是善妙的景象，心里没有恐惧，那说明善业已经成熟，来世肯定会往生到善趣的地方。在中国的民间一直有临终接走的说法，老百姓常说人要死的时候会有阴差来接，或者去世的亲人来接。其实这种说法和佛教的临终阴境说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民间把它具象化了，而佛教讲得更透彻。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心念感招来的，你心里有善念，就感召善的境界；心里有恶念，就感召恶的境界。在佛教的净土法门里，念佛的人临终会看到佛菩萨来接引，这就是最殊胜的善境，代表着往生佛国净土，超脱轮回。古籍里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一位姓王的居士，是个生意人，年轻的时候做过不少错事，坑过不少人，攒下了一份大家业。后来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做的事，心里很愧疚。于是他开始信佛行善，到处修桥铺路，救济穷人，弥补自己的过错。他晚年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有一天，他突然跟家里人说，他梦到了2个穿着青色衣服的人站在门口等他，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特别好，到处都是鲜花，地上都是平整的青石路，空气里都是香味，一点痛苦都没有。家里人听了都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就陪着他念佛。结果没过2天，这位居士就在念佛声中安详地走了，走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意。后来有懂的人说，他梦到的就是善趣的境界，说明他晚年的忏悔和善行起了作用，神识去往了安乐的地方。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临终前的幻觉和梦境其实是大脑在衰竭状态下的产物。人在意识模糊的时候，大脑会调动潜意识里的记忆和想象，编织出各种各样的画面。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心地善良，内心坦荡，潜意识里都是美好的记忆，临终前自然更容易出现平和美好的画面。如果一辈子作恶多端，心里亏心事多，潜意识里都是恐惧和焦虑，临终前就容易出现恐怖的幻觉。这么看的话，古老的智慧和现代心理学其实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只不过佛教讲得更深。他认为这些画面不只是潜意识的产物，更是业力的显现，会真实地影响到下一世的生命状态。内心的境界往往会反映在脸上，所以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征兆，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就是面色安详，形貌悦郁。5种征兆就是面色安详，容光焕发。我们常说人死如灯灭，人去世之后气血停止运行，脸色一般会变得苍白灰暗，
甚至发青发紫，看起来很难看。尤其是久病去世的人，因为长期病痛折磨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去世之后更是没有气色。但有一些人去世之后，不仅脸色不难看，反而比活着生病的时候还要好看，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甚至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有的老人活着的时候满脸皱纹，愁眉苦脸，去世之后反而皱纹舒展了，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佛教认为相由心生，一个人的面相是内心状态的直接反应。临终的时候，如果心里充满善念，充满安乐，没有恐惧，没有牵挂，面色自然就会变得安详柔和。反过来，如果心里痛苦、恐惧、怨恨，脸色就会变得狰狞难看。在经典里记载，往生善趣的人临终时会有色身清净的表现，就是面色光洁，形态端正，没有污秽不堪的样子。这是因为善业的力量让色身在最后时刻显现出清净的相状。中国古人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善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仪容好不好看。古人认为死者面容安详是福气，也是对后辈的庇佑。如果死者面容狰狞扭曲，家里人就会觉得不好，觉得死者走得不安心，可能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其实这背后就是心面相应的道理。一个人走得好不好，心里安不安，全都写在脸上了，不用说话，一看便知。很多家里办过丧事的人可能都有体会。同样是老人去世，有的老人走了之后，脸看起来很吓人，子女都不敢靠近；有的老人走了之后，就像睡着了一样，神态特别慈祥，大家看着心里都很平静。老辈人常说，这就是一辈子做人的差别。一辈子行善积德、问心无愧的人，走的时候自然坦坦荡荡，面容安详；一辈子斤斤计较、怨天尤人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装满了执念和不甘，面容自然就好看不了。这话虽然朴素，却藏着很深的道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死亡后面部肌肉的状态确实和临终前的情绪有关。如果临终前处于极度恐惧、痛苦的状态，面部肌肉会紧张、痉挛，去世后就会显得狰狞。如果临终前情绪平稳，肌肉放松，面容自然就会舒展安详。至于面色红润，可能和临终前的血液循环状态有关，也可能是皮肤的光泽变化带来的视觉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确实会直接反映在面部神态上，哪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规律依然有效。除了这些被动显现的征兆，还有一种征兆是当事人主动表现出来的，这种征兆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善根与福报。第6种征兆就是言语善妙，心怀感恩。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多人平时可能脾气不好，爱计较，爱抱怨，但到了临终的时候，反而变得特别温和。他们不再计较得失，不再记恨别人的过错，反而会主动和别人和解，会感谢身边人的照顾，会叮嘱后辈要行善积德，好好做人。他们说的话都是善良的、温暖的，给人力量的，没有一句恶语，没有一句怨言。佛教认为，言语是心念的出口。当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世俗的一切都带不走的时候，心里的执念就会慢慢放下。这个时候，本性里的善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善根深厚，临终的时候善念就会占主导，说出来的话自然都是善言善语，而这些善言善语反过来又会强化善念，让神识更加安稳，最终感召善趣的果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还在骂骂咧咧，还在记恨别人，还在贪恋家产，那说明恶念和执念的力量太强，很容易堕入恶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出自《论语》，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智慧。
可见，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而佛教的理论给这个现象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这不是简单的良心发现，而是业力的显现。善业深厚的人，临终自然善念现前；恶业深重的人，临终则容易恶念丛生。在中国的传统丧礼上，家人都会尽量让临终的人保持平静，不让他生气，不让他烦恼，就是怕他动了恶念，影响了来世的去向。古时候有个员外，年轻的时候特别吝啬，对家里的仆人也很苛刻，村里人都不怎么喜欢他。他一辈子攒了很多钱，但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别人身上。后来他老了，得了重病，眼看就不行了。家里人都以为他会惦记自己的家产，会交代怎么分银子，怎么置办田产。结果没想到，他把儿子们叫到床前，说的全是做人的道理。他说自己一辈子太看重钱财，亏待了不少人，让儿子们以后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帮衬，乡里不要像他一样守着钱财过一辈子。他还特意交代，要拿出一部分家产用来修桥铺路，救济穷人。说完这些，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就闭上了眼睛。后来村里的老人都说，员外这是临终醒悟，善念现前，凭着这一念，善心来世肯定不会差。果然，他的几个儿子都听了他的话，乐善好施，家族越来越兴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在临终的时候会进入一个人生回顾的阶段，这个时候人会跳出当下的得失，站在一生的高度回看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经放不下的恩怨、钱财、名利，到了最后都会变得不重要。这个时候，人最本真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愧疚感，想要弥补过错，想要留下善意。这其实是人类心理的一种自我整合，是生命最后的成长。而这种善意的心态，不仅能让人走得更安详，也会给活着的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到放下，就不得不提往生善趣，最重要的一种心态征兆。很多人走不好，不是因为业障重，而是因为放不下。第7种征兆就是不恋尘俗，心无挂碍。很多人临终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心里的牵挂。牵挂儿女，牵挂家产，牵挂没做完的事，牵挂没了结的恩怨，心里有这么多放不下的东西，神识就被牢牢地拴在这个世界上，走得不安稳，也走不痛快。有的老人就是因为放不下远在外地的孩子，硬撑着一口气，等着见最后一面。有的老人心里记挂着家里的钱财房产，走了之后眼睛都闭不上，这些都是心里有挂碍的表现。但还有一些人临终的时候特别洒脱，他们安排好所有的后事，然后就不再过问任何俗事，对家人没有过多的贪恋，对钱财没有丝毫的执着，就像要出门旅行一样，收拾好行李，坦然上路。他们心里没有遗憾，没有不甘，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终结。佛教认为，众生之所以在轮回里受苦，根源就是贪爱和执着。对身体的贪爱，对亲人的贪爱，对财物的贪爱，这些执着就像绳子一样，把我们绑在六道里，不得解脱。临终的时候，这些执着越是强烈，就越容易牵引神识堕入恶趣，或者留在人间做孤魂野鬼。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能够放下万缘，心无挂碍，没有贪爱，没有嗔恨，那善业的力量就能顺利的显现，神识就能轻松的去往善去的地方。很多修行人能够预知时至，潇洒往生，靠的就是这份放得下的功夫。中国的古人常说撒手西归，这个词特别有味道。什么叫撒手？就是放下手里的一切，什么都不带走。古人认为，真正有福气的人走的时候是干干净净、无牵无挂的。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子孙颂终，这些都是善终的标准。但最高的善终其实是心无遗憾，心里没有牵挂，没有遗憾，走得坦然，这才是真正的好命。而佛教的传入更是把这种放下的智慧推到了极致，告诉我们不仅临终要放下，活着的时候就要学着放下。历史上很多有大智慧的人都能做到临终无挂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苏东坡，一生坎坷，多次被贬，但他始终豁达乐观。他临终的时候，朋友在他耳边提醒他要念佛求生西方。苏东坡笑了笑说：“我这一辈子该做的事都做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心里没什么放不下的，西方就在我心里，不用刻意去求。”说完就安详地走了。且不说苏东坡到底去了哪里，单是这份临终的洒脱与坦荡，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心里没有挂碍，走到哪里都是自在的。现代的临终关怀医学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临终者了却心愿，放下牵挂。医生和心理师会引导家人多陪伴、多和解，帮助临终者弥补遗憾，减少恐惧。因为研究发现，临终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他的生存质量，也影响到他离世的过程。心里牵挂少、遗憾少的人走得更平静，更少痛苦。反过来，心里执念重、遗憾多的人往往走得很痛苦，甚至会出现濒死期延长的情况。你看，不管是古老的智慧还是现代的医学，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放下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告别。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说了7种常见的往生善趣的征兆。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只要出现了这些征兆，就一定能往生善趣？有没有例外？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只要临终出现了身体柔软、头顶温热，这些现象就肯定往生了善趣，甚至肯定往生净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些征兆是往生善趣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往生善趣的人大多会出现这些征兆，但出现了这些征兆，不代表100%就是往生了善趣。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生前造了大善业，或者有外力的加持，也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但最终的去向还是要看当事人自己的发心和业力。还有的人临终的时候看似平静，但心里的执念很深，只是没有表现出来，那最终的去向也不好说。佛教里常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一个人来世去哪里，不是临终那一刻临时决定的，而是一辈子点点滴滴的身口意业积累出来的。临终的征兆只是一生业力的集中显现，就像考试的成绩单，你平时好好学习，考试自然能考出好成绩。你平时不努力，光靠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就算偶尔蒙对几道题，也改变不了整体的结果。所以真正决定我们往生去向的，不是临终有没有出现这些瑞相，而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种下善的种子。那是不是说平时没修行没行善的人，临终就一定没指望了？也不是。佛教里还有一句话叫临终一念力敌千军，临终的最后一念力量特别强。如果一个人平时造了很多恶业，但临终的时候突然幡然醒悟，升起了极大的忏悔，心和善心这一念的力量也可能扭转业力，往生善趣。就像我们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说放下屠刀马上就成佛了，而是说这一念的忏悔与向善力量极强，能种下解脱的种子，先往生到善趣的地方，慢慢再修行。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不运动，突然要跑马拉松，几乎是不可能的。临终的时候4大分离，痛苦不堪，
人的意识是非常混乱的，平时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到了那个时候就更难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临终的侥幸上，而是会在活着的时候就好好行善，好好修心，为自己积累资粮。除了自身的业力，临终的环境也非常重要。佛教非常强调，临终的时候，眷属不要在病人面前哭哭啼啼，不要说让他牵挂的话，不要吵架，不要做让他动情绪的事，因为这个时候病人的心力很弱，外界的一点刺激都可能让他升起贪念、嗔念，影响他的去向。最好的做法是在旁边轻声地安慰他，引导他放下，帮他念佛，让他保持平静和善念。民间常说送终，其实送终送的不只是最后一程，更是送他的心，让他走得安心，走得平静，这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孝顺。可能还有人会问，往生善趣就一了百了了吗？善趣就永远快乐吗？其实不是的。在佛教看来，六道轮回，不管是善趣还是恶趣，都是在轮回里打转。天道虽然快乐，但福报享尽了，还是会堕落，甚至可能堕入恶趣。人道虽然苦乐参半，但最容易修行，最容易超脱轮回。所以往生善趣只是暂时的安稳，不是究竟的解脱。就像你考试考了个好成绩，进了个好学校，但如果不继续努力，还是会退步，甚至会退学。真正有智慧的修行人不会满足于往生善趣，他们追求的是往生佛国净土，超脱六道轮回，永远不再受苦。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先保证往生善趣，不堕恶趣，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那么深的修行功夫，也没有那么强的出离心，能保证来世还得人身，还能听闻佛法，还能继续修行，就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所以古人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得一次人身，就像盲龟植浮木一样困难。我们这一世得了人身，听闻了佛法，就应该好好珍惜，好好修行，不要白白浪费了这难得的机会。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佛教讲往生善趣，讲轮回，是不是太虚无缥缈了？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最核心的意义。很多人觉得死亡是遥远的事，临终的征兆更是和自己没关系。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从出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在走向死亡。这不是悲观，而是事实。生命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死亡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终点。我们今天聊临终的征兆，聊往生善趣，不是为了让大家恐惧死亡，更不是为了让大家追求来世的福报，而忽略了今生的生活。恰恰相反，了解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当你知道一个人最终的去向是由一辈子的身口意决定的，当你知道临终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分心态都藏着一生的因果，你就会明白，活着的每一天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动的每一个念头，都在为你的生命积累着力量。善的力量多了，生命自然就会走向光明；恶的力量多了，生命自然就会走向黑暗。很多人一辈子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以为赢了别人就是成功，可到了临终的时候才发现，钱财带不走，地位带不走，恩怨也带不走，能跟着你走的只有你这一生造的业，只有你心里的善与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不是家财万贯，不是权倾朝野，而是走的时候心里坦荡，面容安详，无牵无挂，问心无愧。这就是古人说的，善终是五福里最难的一福，也是最高的一福。而这份善终不是求来的，不是等来的，是活出来的。你现在心存善念，
多做好事，少计较，少抱怨，多包容，多感恩，就是在为自己积累善终的资粮。你现在学着放下，学着看淡，学着珍惜身边的人，就是在为自己减少临终的牵挂。佛教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听起来是很朴素的道理，却藏着生命最核心的秘密。我们不用去纠结到底有没有轮回，到底有没有善趣恶趣，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行善积德，问心无愧，临终的时候平静安详，身体柔软，面容慈悲，就算没有来世，这一生是不是也活得很圆满，很有尊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作恶多端，损人利己，临终的时候痛苦不堪，心怀恐惧，面容狰狞，就算没有来世，这一生是不是也活得很失败，很狼狈？其实善趣与恶趣不只是来世的去处，更是我们当下的心境。你心里充满善意，充满安宁，充满感恩，当下就是善趣；你心里充满怨恨，充满贪婪，充满恐惧，当下就是恶趣。轮回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真正的修行不是为了死后去往哪里，而是为了活着的时候活得更清醒，更坦然，更有温度。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临终的征兆，聊了这么多古老的智慧，最终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评判别人往生了哪里，更不是让大家产生分别心，而是希望大家能借着这个话题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底该怎么活，才能在生命落幕的那一刻不留遗憾，坦然自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别把最好的时光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多陪陪家人，多做做善事，多修修自己的心。好好活着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敬畏，坦然离去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有限的生命里种下善的种子，活出光的模样。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都能从容坦荡，去往光明。